给学弟哦或学长，人家还是会带女朋友回来，但是他女朋友就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啊哦。从这个事情的反应哦，就是说啊，女生还是心里还是会怕的，你知道，就是这个要怎么描述？这个就是说啊，又怕你不来啊，又怕你乱来哦，就是这样啊。你今天学校旁边你自己在管这个房子，很棒啊哦，有什么不好？这个以后顺利交往以后啊，然后说不定以后成为夫妻以后，这个生活品质都还不错，因为家里就是有财力可以直接自产嘛哦，说现金买的哦，没有贷款，然后收到的那个房租就给他当生活费这样哦。他爸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房地产增值哦。啊，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要挑一个女朋友。该不该让女朋友来帮你一起付房贷？先说结论，最好不要，除非你本来就想要分手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注意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老元小可以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哦。那今天我跟你讨论，该叫女朋友帮忙付房贷吗？哦，这次我们来聊生活的状况题哦。不然都房地产很硬嘛哦。那这一题只要你是婚前是租房的，跟你另一半是租房的，你就有可能会遇到哦。那就假设你现在跟女朋友同居哦，然后两个人很甜蜜的一起租一个房子住，然后房东有一天就跟你说，他要卖这间哦，然后先问你有没有要买哦，那你就回去跟家人讨论啊，那你也觉得这不错，然后你妈妈也可以帮忙啊，你就把它买下来哦。就自产啊，就是原本你是租客哦，现在就是这房子就变你的了。好，那你此时你应不应该要叫女朋友帮你一起来付这个房贷哦？问题来了哦，女朋友不是都住在这吗？她这个原本是帮忙缴房租是一回事哦，那她现在变成要缴房贷哦，这是另一回事了哦。按理来说，这应该要继续缴哦，只是对象从缴租金给房东变成缴租金给那个男朋友的妈妈这样哦。好，那请问这个时候你应该跟女朋友收房租去缴房贷吗？底下先开放留言想法哦，你是男生你是女生哦，这个要先讲哦，立场要先讲哦。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我先说我的看法哦，我的看法是不要哦，不要，你不要跟他拿这个钱，我建议你跟家人一起买下这一间以后，把这间租出去，然后你自己再去跟女朋友外面再租另一间，好来喷我吧！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一定有这个声音啊，就是说那女生也住那里，她本来就要付房租啊，那就继续付就好啦。哦，对啊，难怪你到现在没有女朋友，对不对？人家跟你谈的是这个炙热的感情啊，你在想的是怎么做人家生意哦，这真的不行。所以你要知道，婚前买房是属于个人财产哦，婚前买房属于个人财产。这一题的状况是这样。今天这个你在买了房子以后，这间房子就挂在你名下哦。就算你今天跟女朋友结婚以后，那还是你的名下财产哦，所以就会变成怎样？对你来说，女朋友付的那一半房租其实都不够房贷，大概就1/4而已哦。你自己还要再贴个3/4才能够去补那个房贷本利和。但是对女生来说，她就会觉得这样，这个我也有缴呢，那为什么权状上没有我的名字，对不对？哦，这时候就开始起争议哦。有一个解法，就是你跟他谈合资买房，就你直接就跟女朋友谈合资买房。我们之前有拍过影片哦，你可以看一下。但我先说下场可能只会更惨而已，因为合资买房哦，就双方就要签合约，好好一段感情哦，就好像变得对簿公堂这样，你未来要跪算盘是跪不完的哦。所以我会建议，最好的做法就是就直接搬走哦，好继续喷哦。我说直接搬走。一定有人会喷什么啊？女孩子就是没有那么理性，什么有没的。好，那这个先放一边哦，我们就来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你看，房东都说要卖了，好，那问你要不要买？所以今天你不买啊，他卖给别人，你还是要搬啊，对不对？哦，只是今天这个房东变成你自己而已哦，你还觉得有利可图，你才会把女朋友的租金也把它算到房贷里面去哦。这个很坏的人其实是你哦，你就是想要占人家便宜，对不对？你女朋友不是不能住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们感情很好哦，他很爱你，他才来跟你一起住，然后这时候你就顺水推舟叫他帮你缴房贷啊，还没有结婚呢，还没有名分呢，对不对？哦，那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哦，就是你有能力你就跟家里把这些买下来，然后出租，然后跟女朋友再去租别间，这样就可以避开钱的问题哦。你说法可以是这样哦，这个房贷哦。我妈也有出啊，所以我不能自己做决定啊。那这个对女生来说，这叫做是你打算要投资自产房地产，因为不想跟她收租金，所以愿意再跟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哦，这个行为就叫什么？这个行为就叫做你很爱他哦，就这样。此时如果女朋友说哦，她也想要投资，好啊，那就合资买房拿出来讲啊，哦，就变成是双方合意之下的讨论。哦，要签约也会比较好谈，只有分手不好谈而已。反正就是拿家人出来挡。那还有一种情况之下，就是女生说，哦，那这房子是你的，那我就不付房租了。好，此时考验就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就看你对他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吧。哦，好，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哦，该不该叫女朋友帮忙付房贷？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情境，就是你跟你女朋友哦。就同居哦，租房子，然后房东就问你说你要不要买这间？如果你犹豫哦，然后买了以后，你要不要跟女朋友收房租啊？哦，收房租就是变成房贷的一部分嘛。哦，我的建议是，不管你是怎么想，你都可以跟对方提，买了这间房子以后，你是要租出去的，然后跟他去外面租别的房子，比方说离公司更近哈，装潢更漂亮的房子，然后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他觉得可以一起付房贷的话，那你们就合资买房。我相信他能够提出这样子，应该有继续跟你走下去的意思哦。那如果他就这样这么好哦，那房子变了我就不付房租喽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那你就可以再多想想看哦。好，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哦？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挑到好地段的房子，记得订阅加按赞这个频道哦。然后分享影片到你那些关心房地产的群组里面去啊，或是加入我的会员哦 ，YouTube 的会员哦，我有很多那种就比较硬派的东西哦，我都是在里面讲这样哦。那如果你想看房地产更多细节，你可以看哦，你可以加入讲八卦，讲八卦。反正就是开始聊一些生活上的状况题啊，这个我赖也是常常被问哦，除了房地产题目以外，奇怪，他跟他女朋友的事情也来问我哦。总之，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哦，就是我影片讲的那样，女朋友就是女朋友哦，然后老婆就是老婆哦，先不要混为一谈，对另一半才公平。好。其实你们就是论及婚嫁或者是怎么样哦，那个都是确定以后再说，这个才是负责任的做法。不然你看哦，你就跟他拿，然后就还出去啊，你们分手之后，我看你要怎么办哦？你怎么做到时候都不公平。然后讲个八卦哦，干这个很有趣哦，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啊哦，然后他考到那个哪间大学就不讲了哦，因为那个很讲出来大家都知道。好，总之就是他一考上大学，他们家本来就在做房子，所以他爸就在附近哦，直接买了隔套给他哦，是公寓的隔套，就隔好套房的一层哦，就买给他，然后他自己住一间，然后其他还有3间，那个我们都去玩过哦，去打电动去干嘛的，对，好，然后就叫他自己管理哦，自己管理，他们家有那个财力啦，所以就是叫他自己管理就对了哦，就不要住学校宿舍没关系，然后爸爸就买一间自己管理，然后自己管理啊，就会怎样？我同学男的哦，就怎样？干！我跟你讲，垃圾，他怎么样？他都挑别系他觉得很正的女生来租哦。同学哦，同班同学哦，同系的同学要跟他租，他说啊没有满了屁，他干嘛？他挑女朋友，就这样，因为他是房东嘛，他是二房东，那个屋主是他爸嘛，他就这样哦，然后就带看啊，然后干嘛有的没的啊，看哦，然后除了他以外，其他3间哦都是超正的别系的同学这样，哦，真的夸张，就这样。然后后来他有没有成功？有，为什么就不探讨了嘛？那就有成功。然后果然他的女朋友就有意见你在管这个房子啊？为什么你的房客都那么正，都只有女生，就你一个男的哦？看你知道他在干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就叫他陆续租约到了就要换哦。不能给学妹，只能给学弟，换，然后换成男生宿舍哦，就变成说只有他的女朋友哦，唯一一个女生。大家哪有那么乖，对不对？大家的那个，即使你就租给学弟哦或学长，人家还是会带女朋友回来，但是他女朋友就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啊哦。从这个事情的反应哦，就是说啊，女生还是心里还是会怕的，你知道，就是这个要怎么描述？这个就是说。又怕你不来又怕你乱来哦，就是这样你今天学校旁边你自己在管这个房子，很棒啊哦，有什么不好？这个以后顺利交往以后然后说不定以后成为夫妻以后，这个生活品质都还不错，因为家里就是有财力可以直接自产嘛哦，说现金买的哦，没有贷款，然后收到的那个
房租就给他当生活费这样。哦，他爸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房地产增值哦。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要挑一个女朋友哦。他女朋友一直换呢哦，真的是。总之啦，就是这样，分享一下。还有这种事情哦，那我以前怎么没有？是不是？影片看完了哦，我是买房阿元哦。我跟你讲哦，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哦，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哦，这个房子不能买哦，那个房子适合自住哦，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个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哦，你先看再说哈，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啊？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哦。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啊，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po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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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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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